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群星面对面的直播现场。那今天我们见到了非常多的大家熟悉的艺人，又来了一位大家特别熟悉的朋友，也是我们总台的老朋友了。欢迎肖云。肖云可以跟我们央视文艺、央视频的网友打个招呼。Hello， 央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黄肖云，我又来了呀。人美歌甜啊，没错啊。应该说跟央视频的网友特别熟，非常的熟。应该很多的舞台都和大家互动过。那这次在和美之夜带来的是哪首歌？星辰大海哦，不出所料，又是星辰大海。虽然唱了很多遍，但是这次呢也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也是一个改编的版本。其实四川离肖云的家乡也不算远，对，明天就回家啊，明天就回家了，明天直接。对，我其实平常因为在外面工作嘛，很难得能够回家，甚至回家过年啊什么的。然后这次来到这边呢，听到大家的当地人的口音，就总觉得像回家了一样，跟我们那边口音很像。然后宜宾呢，其实离贵阳应该也蛮近的，坐高铁2个小时，非常方便的。是，那好像是不是要到最后一轮还有一个抽奖？没错啊，所以肖云的到来意味着我们今天还是有抽奖啊。来，但是我来找一下，我们最后应该是要抽送的是来，好长，马上就要来问这个肖云啊，这个之前就是上个月是吧？成功举办了自己的个人的。万人演唱会啊，好棒的吧？刚和我们分享一下，挺不真实的。就是因为去年是开了1000人场，去年是第一场演唱会，然后就在演唱会立了个 flag， 非常的激动人心，下一个目标万人演唱会。哇！然后今年24年就成功举办了，在北京2场，我就觉得哇，我居然真的能做得到。当我站在台上看到大家举着荧光棒都为我而来的时候，就很忍不住，正好又是唱的《星辰大海》那一首歌。然后今天呢，站在台上的时候又有一点那种像在看演唱会的感觉。然后那个前奏一响，虽然说刚刚那个耳返声音特别小，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唱的咋样，我还没听啊。就是刚刚那个耳返，就是感觉我听的都是外面的那个回声，我好怕我唱的时候那个节拍特别不稳啊。不过还是会很开心的，因为唱功，对，大家都很热情，就是真的是像在开演唱会一样。然后呢，就觉得开完了之后，好像又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了。因为我之前上台老紧张，然后没有自信，就会唱不好，然后又会发抖，又会哽咽、吞口水啊，各种各样的。但开完了演唱会之后，现在整个人就是很自信，在台上就当成在自己家一样的那种感觉了。所以呢，明年2025呢，肯定要有新目标了。哎呀，我们就很想知道啊，开巡演。哇，太棒了！有预计大概多少场，或者说哪里可以小小透露一下？那现在呢，又开始没自信了，也不知道能开多少场，但是我觉得最少4场吧，因为都是巡演了，那你也不能2、3场。咱们胆子再大一点，喜欢你的朋友那么多，那我得继续加油。今年这个万人演唱会啊，主题挺特别的，宇宙无敌号，很中二哈。你不要那么收敛讲，你觉得你说实话，宇宙无敌号。我也有我自己的人设，我不能这样张牙舞爪。对，咱们都是专业的主持人，那就让我来中二吧。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以为这个宇宙无敌号在讲我，其实讲的是一个载着所有人的梦想一起往前，就是往前冲的一个那个飞船。然后它其实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有很多的梦想，但是跟我一样经常会没有自信。那我们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我们是宇宙无敌的，然后这个世界没了我们确实不行，不要去对自己的生活就是会失望，迟早会好的。就开着这个宇宙无敌号，希望我能够当那个船长，带着大家往前冲。所以我的歌都是很正能量的那种。那说到这个也是让我想起来，昨天我也专门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说看到您这个之前发了专辑《梅雨季节》，我也去听了那歌。其实让我特别震惊的是，我进到后面的制作团队时候，发现你承担了非常多的，基本上都是小对作曲、编曲，很多和声都是你。好棒啊！因为这个专辑是我就是一个人独立出来创作的，然后所有的
钱也是我自己花的，你看我多省，全部都自己来。不过呢，我从小也有一个梦想，就是不光把台前做好，幕后的工作我也想做好，这样也能更加的体会我们制作人有多么的不辛苦。其实大家别看我们台前光鲜亮丽的，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都会非常的辛苦啊。我在做专辑的时候，做编曲的时候是，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点，但是我还是居然能自己独立完成一首歌的编曲，然后又去自己尝试了打鼓，去录鼓，然后录键盘、和声编写，各种各样的，都是我这张专辑很多是第一次完成的，然后这又是我的第一张专辑。好棒啊！其实很多网友都觉得校园是甜美啊，是你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发现，其实你是非常有力量感的一个人。对就是得让大家觉得我是力量感的，但其实内心也是会有很多脆弱的时候，但是我会让自己不断的在就是挫折中站起来，失败了又站起来，失败又站起来。那这个专辑的确有着特殊的意义啊，希望这个能让更多的朋友听到这首啊。专辑确实是大家没见过的样子，其实是一个比较破碎的黄孝云，因为之前在大家眼里可能都是那种金刚芭比的感觉，唱歌嗷嗷的叫。但其实我这张专辑，我觉得它才是真正的是我自己。那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2025年的自己，也送给广大的网友，让大家一起共勉？那我觉得我的愿望一直都是希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能够健康平安啊！我觉得健康平安是努力也很难去达到的，也当然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这也是我今年悟到的。因为我做专辑、开演唱会压力特别大，生了很多病，然后生病了之后呢，就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去做的，也没有办法好好唱歌。那我就希望大家一定要健康平安，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实际上我跟宇豪也知道，过几天就是孝云的生日了。哎呀，所以要回家过生日了。对，所以你刚才一说谢谢从宜宾就要回家，我就猜的可能是要回家过生日。好贴心呀！那所以也特别的想知道生日愿望会是什么呢？还是刚刚那个。那当然，那我再许一个新的愿望嘛，因为其实之前一直都是这个愿望。那我希望我的生日愿望呢，就是能干吃不胖。这很实在的一个愿望，对，我们都挺需要这个。是吧？就所有人都想要这个愿望，这个才是我们实要在一点吧。然后希望明年的巡演，能够顺利。一定的，你这么棒。那刚才他说他自己去学鼓啊什么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棒的，就是说的你好有力量感，好坚强，好坚韧的一个女性。什么都勇于尝试对，你看我今天演唱会也有一个奇迹啊，因为我嗓子发炎了，特别严重，就在前2天，然后我就很难过啊，在排练的时候也在流眼泪，就怕我演唱会唱不好，大家都等了那么久了，我也准备了大半年了，突然嗓子发炎了，怎么办？但是还得去唱呀，大家都来了，你也不能取消啥的。然后我就顶着发炎的嗓子，好了2天。就是我在台上的时候，因为我歌很难嘛，我唱那个高音的时候，我内心在想，我能唱上去吗？不知道，唱吧，先唱。唱上去了之后，脑子唱上去了，好多次都是这样的，我自己想不到。然后还有很多那种没有唱过的音，就是没有唱过的强混的高音，也是一激动一下子就嚎上去了，彩排也没彩排过的那种，所以导致我嗓子到现在还没好所以大家就是发炎了之后真的不能用嗓过度，真的不能用嗓过度。这也是我用我的这个实践去发掘了这个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真的很容易得慢性咽炎。为了长久的这个音乐的生命，还是要对，因为歌手得这个其实还蛮吓人的。然后我呢也有一个愿望，我想唱到80岁，所以我更要养好我的嗓子。我们也期待着，当然也正期待校园能够身体健康啊，一定要健健康康的，让我们就是听到还有那么多年的这个歌唱生涯，我们都可以听听你的歌。对，经常听这个星辰大海，在很多这个大型晚会中都会用这个星辰大海作为结尾的压轴。今天我和宇豪采访了这么多嘉宾，你也是我们的压轴的嘉宾，是最后一组嘉宾了。那太荣幸了，真的。压轴的抽奖，又抽奖了，看是大家的这个新年快乐已经刷起来了。这个截屏有点复杂，你来数3、2、1，然后我来在这儿帮你按，好不好？3、2、1。
好，我们的前3位观众会获得央视频的蓝牙音箱。那第1位是面包蛋糕芝士11的这位 ID， 第2位是雪煞931833092，第3位是吴 A6F2C658啊。我们今天其实还收获了很多朋友的祝福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艺人嘉宾们。刚才其实有的嘉宾分享的一些观点，就可以解释你在台上怎么就在直播现场一下子就能唱上去的原因。因为好多前辈都说，好像在台上有观众真正演出的那一次，就会有一种不顾一切、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都是观众给的这个力量，其实。是的，你也是有体会啊。所以从1000人演唱会到万人演唱会都是观众给予的，但是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因为你努力了，大家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情感。对的，对的。特别希望这个肖云这个养好身体哈，唱到80岁，唱到80岁，这个真的是个特别棒的。那到现在呢，我们的直播就应该是接近尾声了。好多朋友都送出了这个明星都送出了2025年的祝福。肖云还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央视文艺和央视频的网友吗？就是祝大家干吃不胖然后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帅多好的祝福啊，对吧？那宇航，那你的2025的祝福？我首先还是像很多刚才的前辈们说的一定要大家身体健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平安顺遂，平安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健康之外，人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能够顺从自己的心意，或者说它不出岔子，就特别的好平安顺遂，40平安吧。祝福送给大家。好的，那我最后说一点点，就是希望借今天的这个和美之夜，希望大家的这个家庭生活事业都和和美美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基本上全部结束了。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继续关注群星面对面的央友圈，也记得关注群星面对面的央视频账号。后续呢，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将在这里继续跟大家见面。同时还会有更多的艺人、嘉宾、明星，你喜欢的朋友们会来到直播间的现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台前幕后的一些细节。同时也有很多的福利会洒落，所以千万记得要关注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下次节目再见，我们在宜宾向大家道晚安。晚安。